大哥，你别吓我啊！江墨，这是幻觉吗？哥，你醒了就好。看来这不是幻觉，而是重生了。哥不会是摔傻了吧？他连忙打量房间，这场景如此熟悉，他视线聚焦，看到了江墨身后墙上的日历。1990年7月4号，江寒心中一慌，前世父亲出矿时遭遇矿难，只留下一笔微薄的赔偿金，亲戚争相借贷却无意归还，母亲上门要债，却换来一顿毒打。爸呢？爸早上坐班车走了。不行，我必须要阻止这一切。哥，你要去哪儿？爸，小寒，你怎么追来了？还好赶上了，能看到你真是太好了。你这孩子说什么呢？你怎么来了？家里出什么事了吗？爸，你能不能不要再去下煤矿了？咱不干这活了行不行？江建国的脸顿时寒了下来。要知道这个年代煤矿工人是别人求都求不到的好活。小寒，你怎么说这种话？快回去帮你妈干活。爸，你不要去。你家这小子平时也是惯得很吧？你看这会儿还不舍得你走呢。这孩子今天不知道是怎么了。听话，拿去买糖。爸，我早上做了个梦，梦到矿上出事了，你被埋到了下面，连个衣裳角都没找回来，你今个不能走。你小子说什么混账话？江寒灵机一动，眼睛一闭，顺势往后一倒。小寒，你没事吧？别吓我啊！赶紧送孩子去看医生吧。你这混小子，刚才装的挺像啊，差点把你爹吓死。刚才我不装晕，你也留不下来呀。事已至此，咱们就先回家吧，以后可不许这样了。好嘞，爸。江寒看着父亲的背影陷入沉思，幸好一切都能重来。从此刻开始，他们全家的命运将被改写。爸爸和大哥回来啦！看爸爸给你们带什么回来了？哇，是好香好香的肉。妈妈在家里吗？妈在厨房等你们呢，你们快去吧。正在干活的女人是江寒的母亲胡春花。春花，我回来了。胡春花闻声站起身。建国，你不是去上班了吗？咋回来了？江建国叹了口气，把早上发生的事告诉了他。小寒，你怎么这么胡闹呢？你不让你爸上班，家里日子怎么过呢？江寒看到胡春花的时候，心里五味杂陈。前世父亲出事后，胡春花为了养活几个孩子不得已改嫁，他却认为妈妈背叛了这个家，怨恨了他很多年。直到母亲离世前将所有积蓄给了自己，自己才明白了妈妈的苦心。妈，我……小寒，你怎么了？今天怎么这么反常？你是不知道，小寒今天跟变了个人似的，净说些奇怪的话。小寒，你是不是被人欺负了？告诉妈。没人欺负我，我只是做了个梦，被吓到了。不过没事的，以后我来照顾家里。这小家伙变懂事了。春花，吃肉，一会儿你看能不能做点？行，等会儿做好了，让小寒给爹娘送过去些。你看着安排就好。江寒从心底里不待见他爷爷奶奶。前世父亲出事后，他们不仅不帮一丁点忙，还成天骂他们是扫把星，就这还想给他们吃肉。一家人吃完饭后，江寒就带着弟弟和小妹前往爷爷家。走到一半，江寒突然停了下来。小莫、娟娟，你们想不想吃肉？想。我们把这些肉给吃了，但是回家之后不能告诉爸妈，你们知道吗？可是妈不是说这些肉要送给爷爷奶奶的吗？爷爷奶奶他们上一次炕的油盐锅巴给你吃了吗？没有。那他们5月端午煮的咸鸭蛋给你吃了吗？也没有。他们什么都不给我们吃，我们为什么要给他送肉吃？可是让妈妈知道了，回家肯定要挨打的。放心，有事大哥扛着呢。听到大哥这么说，小家伙们都按耐不住了。不一会儿的功夫，兄妹3人就把这一大碗肉给霍完了。都吃完了，走，咱们回家。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那些肉给你们爷爷奶奶送去了吗？送去了，他们吃的可干净了。对呀，那些肉可香了。爸，我看小妹眼馋，就给她吃了一块。没事，吃就吃了吧，想吃吧，下回再给你们买些。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一阵刺耳的声音。屋里的人呢？都死哪去了？都给我出来！是奶奶来了。此刻江寒在江某耳边悄悄地说了几句话，一家人便往屋外走去。江建国一家闻声走了出来。爹娘，你们咋过来了？怎么我们来不得了是不是？他们虽然是因为吃肉的问题来的，但也没好意思直接说。那怎么能呢？我爸就是好奇，平常你们都不往我们家来的，今天是刮了什么风，把你们给刮来了？大人说话，
你个小屁孩插什么嘴？爹，小孩他不懂事，您别跟他计较。你看看谁家孩子跟你们一样，没大没小的，眼里也没有老的，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娘，你说这话是啥意思？啥意思？你心里没数啊？我和你爹现在都还能蹦能跳的，你们就不待见我们了？娘，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我们什么时候不待见你们了？我们有什么好吃的，先给你们送。建国带回来的布，做鞋底的皮子，靠独轮车的黄油，这些东西我都给你们送，哪里有什么对不住你们的？闭眼说亏心话也不怕天打雷劈，你有好吃的先给我们送嘛。晌午你割肉怎么没叫我们闻闻味儿？老太太最终没忍住说了出来。胡春花听到这话也着急了。你胡说，我们明明给你们送了，你们非要说没有，到底是谁闭着眼说亏心话？老太太也来劲了，别的不说，吵架她可从来没输过，两人一个说送了，一个说没送，吵了起来。爷爷奶奶，你们别误会我爸妈了，中午我妈让我们去送肉了，送了一大半呢，不过在半路被我们几个小的给吃了，爷爷奶奶总不会和我们几个小孩抢吃的吧？江建国，你看看你养的好儿子。娘，几个孩子吃就吃了吧，下回我再给你送去，何必因为这种事跑来闹呢？听到江建国为几个小崽说话，老太太撒泼打滚。大家都来看啊，自己儿子丢下老娘不管了，一家人合起伙来欺负两个老的。看热闹的邻居纷纷凑了上来，记得点赞关注哦。听到江建国为几个小崽说话，老太太恼羞成怒。大家都来看啊，自己儿子丢下老娘不管了，一家人合起伙来欺负两个老的。看热闹的邻居纷纷凑了上来，他们家这老太太真是有意思，一年不见来几回，一来就闹得鸡犬不宁。我要是那胡春花，我肯定不受这气。老头子见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一把拉起老太太，别让人看笑话了，我们来是说正事的。建国，你今天为什么没有去上班？江建国听到他问这个事，有些心虚，他想说是江寒把他给拦回来的，又害怕他打江寒。我今天没赶对点，没搭上班车。你就护着这个小崽子吧，今天是怎么回事？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真是什么事都逃不过村里的情报站。你明天一早就赶快去上班，别被别人给顶了，以后可有你后悔的。妈，我知道了。老太太那点小心思人人皆知，她哪是怕儿子丢了饭碗，分明就是担心以后没人给他钱。听说那江建国每个月的工资都要分出一半给他老娘，他家里5张嘴要吃饭，真不知道怎么想的。爷爷奶奶，这活我爸不干了，明天就去打辞职报告。江寒这句话直接让二老火冒三丈。你个小兔崽子，今天我就替你爸好好教训教训你。这时江寒给江默使了个眼神，江默看到信号后走了上去。爷爷不要打我哥。你们家养的好儿子啊，我真是越看越不顺眼。看着倒地的江默，几人都慌了神。妈，你这就太过分了，使这么大劲儿干什么？小莫今天要是有事，我跟你没完。谁知道他是不是装的，我都没用力。你这老太婆怎么说这种话？你装一个我看看。小韩别说了，先把你弟弟背到卫生院去看看。小莫没事吧？刚才摔得疼不疼？我没事，大哥。大哥，你为什么不自己上，要让我装晕呢？这招我对咱爸用过了，他肯定不会相信我的。一会儿爸妈问你，你就说眼花，这5毛钱给你。父子俩刚从卫生院回来，江建国的工友就赶了过来。老张，今天回来这么早啊？来找我有啥事吗？此刻江寒已经猜到是煤矿上出事了，前世这个时候就是赵叔来家里给的信。建国，矿上出事了，幸亏你今天请了假。过了许久，江建国才缓过神来。儿子，你做的梦竟然成真了，这世界上竟然会有这么巧的事。这个我总不能说我重生了吧？这可能就是上天的眷顾吧。所以说，爸，你以后就不要再去矿上工作了。小兔崽子，你又在胡说什么？二老又来了，不过这回不同的是，奶奶手里拎着一筐鸡蛋。爷爷奶奶不会想着拿几个鸡蛋来，一切就能先过去吧？今天要不从他们身上薅几根毛下来，就对不起重生这一回。真是晦气，小孩子摔一下咋了？江建国听到这话也有点生气。孩子都住院了，您怎么还说这种话？小东西有那么金贵吗？住院不要花钱吗？快把他给我接回来。当然要花钱，
不过这钱就要由你们二老来出了。咋地？你还想讹人呢？你们打了人，赔医药费，怎么叫讹人呢？赔医药费那是旁人才需要赔，你也管自家孙子，要赔什么医药费？我也管自家孙子，就不要赔医药费了吗？你们不怕丢人，我就更不怕丢人。明天我就挨家挨户问问，看看这医药费到底要谁来拿。建国，你也不管这个混小子，牙尖嘴利的。奶奶，你现在就赶紧回去拿钱吧，不拿钱我就去找村长了。你去找天王老子我都不怕。老两口没想到江寒真把村长叫来了。村长，您来的正好，这爷俩欺负我们2个老的。行了，你们今天干的事整个村里都知道了，你们对自己的孙子都下得去手，还说人家欺负你。老两口顿时有些心虚，没想到这事传得这么快。村长，您说我弟弟住院的钱是不是要让我爷爷奶奶出？是你奶奶动的手，当然该她出钱。那我爸妈这2天要去照顾我弟，上不了班，这误工费是不是也要算？你们家条件不是太好，这钱确实也得出。听到了吗？奶奶，给钱吧，不要给多了哦，200就够了。二老怕得罪村长，只能咬牙给了江寒200块。村长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你娘就是胡搅蛮缠，在村里都是有名的。村长，有没有啥办法，让以后我们2家人没关系了，谁过谁的，谁也不沾谁？你爸从他肚子里爬出来的，怎么能没关系了？不是可以断绝父子关系吗？你胡说什么呢？断绝关系那可是要从族谱上除名的啊！建国，你这孩子是该好好管管了。你看他说的都是什么话？老爸，父慈才会子孝，我爷奶对我2叔3叔和对你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我有时候就怀疑你到底是不是我奶亲生的。听到江寒越说越离谱，江建国上去就是一顿揍。看你小子还敢不敢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看来想要彻底的摆脱这一家极品亲戚，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不敢了，不敢了。爸，这100块钱给你，给弟弟妹妹买点好吃的。这剩下的100块，我想去做点小生意。你一个小孩子做什么生意？等会把钱交给你娘。爸，您放心吧。说完，江寒便转身离去。妈，小莫还好吗？你弟弟说他头晕眼花，医生建议继续留院观察。对了，你怎么来了？家里怎么样了？江寒把家里发生的事告诉了胡春花。真是难得，他们俩竟然舍得给钱。妈，爸爸让我把这钱给你，你能给我10块钱吗？你要10块钱干什么？天热了，我想去卖冰棍。就你那小个儿，比自行车高了那么一点点，能带得动冰棍吗？能带，人我都能带。10块钱我给你，但是你也别想这个门道了，你太小不行的。妈，你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失望的。胡春花被江寒说服了。行，妈相信你，能挣就挣点，不能挣就算了，但是要注意安全。好嘞。江寒拿到10块钱，激动得不得了，他已经感觉有很多钱都在向他招手了。10块钱够本钱了，先去买个箱子。小家伙，要点什么？要一个装冰棍的木箱子，结实点的。给你，实木箱子，2块钱。出发，去黄土镇进货。好累啊，前世肯定是因为营养不良才长不高，这一世我定要长到1.8米。豆沙味的冰棍，真怀念的味道。手里还有8块钱，全都买了。江寒载着冰棍往北走，离冰棍厂远一些的地方，就开始吆喝起来了。小孩听到这声音，都知道是卖冰棍的来了，全都跑出来看。看到我手里的茶缸了吗？你们家里的麦子和稻谷都能换，一茶缸就能换一个冰棍。我家有麦子，我去拿。吆喝声掠过5个村庄，箱子很快见了底。冰棍都换完了，现在该去县里把麦谷和稻子卖掉了。8块6毛2，今天的收获已经不少了，是个好兆头。回到家，小弟小妹看到江寒手里提的东西，可高兴坏了。大哥，这是什么呀？这是大哥从县里给你们带的零食。小家伙一听是好吃的，抢过袋子就回屋里了。二哥快来呀，不然我可要吃光光了。大哥，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呀？今天赚了点钱，这是给你的。毕竟为了配合江寒演戏，江默可是在卫生院躺了2天呢，当然要给点好处。谢谢大哥。小寒，今天卖冰棍的小生意怎么样了？不能都告诉妈妈，
要不然自己就不能存私房钱了。今儿个很顺利，冰棍全都卖出去了，赚了3块钱呢。那就好，那10块钱就给你当本钱了，妈不要了，你挣的钱呢，你自己放起来。我知道，我会把钱都存起来的。小韩长大了，都能挣钱了。妈，以后我会让你有花不完的钱，会把你变成万元户，让小莫和娟儿都能上大学。好，我就等着小韩让妈妈变成万元户。江寒心里盘算着，这小生意是干不长的，这个只能是一个过渡，最多就是暑假的时候干2个月，暑假之后怎么办？还得另外想办法，谋出路才行。想着想着，江寒就睡着了。月光漫过藏着私房钱的小河，这将是他撬动命运的第一枚齿轮。转眼就过去1周，小韩还真是有本事，1周赚的钱都快赶上你弟1个月的工资了。是啊，咱家儿子真是有出息了。胡春花心里也都乐开花了，这小子不到处掏鸟窝玩水玩火惹祸，他就已经很欣慰了，没想到还真的挣到钱了。只要有了原始的资金，那就能以钱生钱。我已经看到好日子在向我们招手了，我这才刚刚开始，赚大钱还在后头呢。我说过要照顾这个家的，以后我要让咱家天天都吃上肉。我呸！就凭你这个小白眼狼！江寒听到这刺耳的声音，就知道是奶奶又过来找事了。哼，来得正好，看来今天就是个好机会。江默，你去把三爷爷找过来。好的，大哥。这个老太太实在太偏心了，一共有2个儿子，一个被她当成宝，另一个却被当杂草。大儿子每个月的工资都要拿出1半给小儿子，只因大儿子不是亲生的。这不爷爷奶奶嘛，还带人过来了。不过请回吧，我们家不欢迎你。臭小子，你怎么跟你爷爷奶奶说话呢？开口说话的正是江寒的二叔江建设。建设别理这个小东西，他不知道喝了什么迷魂汤，六亲不认，这几天处处和我们作对。您二老过来有什么事吗？不会是因为上次的200块钱吧？老太太一想到上次被江寒讹走200块钱，就气不打一处来。不提这事儿，那钱老婆子我认了。现在来说你，江建国，你在家都耽误多久了？矿上的工作你还要不要了？前些天矿上出事了，你们不知道吗？人走路还有摔死的呢，吃饭还有被噎死的呢，难道都不走路，都不吃饭了吗？矿上也不可能3天2头出事，那些人被埋在下面，只能算他们倒霉，这工作可不能不要。江建国听到这话，心顿时拔凉拔凉的。100年不出一回事不要紧，出一回事就要后悔一辈子。这次亏的是小韩拦着了，要不然的话被埋在底下的就是建国了。这是他们的命不好，再说我儿子的事什么时候轮到你管了？就是大哥不去挖煤矿，你们一大家吃什么喝什么？我们家吃什么用不着你们操心，不然让我爸把这工作退下来让给二叔。二叔你也不想天天在家啃老吧？那怎么能行？建设怎么能去干那么危险的活？江建国听到这话浑身一僵，脑袋里一片空白。危险我爸担着，钱你们拿走1半，这是拿我爸当牛马使唤呢。我现在严重怀疑我爸是不是你们亲生的。二老听到这话顿时有些心虚。你这小东西在乱说话，我撕烂你的嘴！建国，你别听这小东西瞎说，你明天该到矿上去就赶紧去，这工作丢了实在太可惜了。江建国心灰意冷，这工作我不干了，你们谁想去谁去吧。二老气得够呛，江建设想打圆场，毕竟自己是最大的受益者。大哥你好好想想，毕竟爸妈年纪大了，以后还指望你养老呢。你给我闭嘴！从小到好吃好喝的，他们都只留给你，这我就不说了。但是这些年，他们每个月从我这拿钱，也都是给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不去上班也行，但是每个月还是要给我们100块钱。这话给江寒气笑了。你们在做什么白日梦呢？凭什么给你钱？就凭我是他老娘，儿子孝敬老娘天经地义。陈玲，你还有脸说这种话？三爷爷，您可算来了。在前世的记忆里，江寒记得三爷有次喝多了，把父亲的身世说了出来，但当时江寒还小，不懂事。这次把三爷请来，就是想要搞清楚真相。老三，你最好不要多管闲事。建国对你们一家还不够好吗？你们怎么还是不知足？你个老东西，我问我儿子要钱，管你什么事？接着老太太对着三爷就是破口大骂。你这疯婆子，迟早遭报应。江寒一看时机到了，三爷爷，您说句实话，我爸是我奶亲生的吗？陈玲，闹到现在这样，你别说我不给你留情面，你爸就是他捡来的。三叔，您说的是真的吗？
千真万确。到了这一步，老太太也只能摊牌了。他是我捡的又怎么样？是我给他养大的，现在让他给钱养我们，有什么问题？你哪里把我爸当儿子了？你就是拿我爸当赚钱工具。这疯婆子也是狠心，当初建国才13岁就被赶出去扛化肥。三叔，您别说了，我最后叫你一声娘，我们以后断绝关系吧。你说断就断，我从小给你拉扯大，这笔账还没算呢。行，那我们现在就去大队算清楚。去就去，我还怕你们不成。建国，断绝关系可不是儿戏，你真的想好了吗？不行，你再回去想想。不用劝我了，村长，我已经想好了，和他们彻底断绝关系。你说你们造的什么孽？村里人都知道建国是个大孝子，你们还能把他逼到这种地步？不行，要断绝关系，也不能就这么断了。那你想怎么断？想要断绝关系也可以，他必须得给我们赔偿。你想要什么赔偿？到现在我也不藏着掖着了，也不用顾忌什么了。他江建国就不是老江家的孩子，他就没有道理得到老江家的宅子。要断绝关系也行，那就把宅子给让出来。建国，你看这宅子是你们江家的吗？这宅子明明是我家的，当初盖房子的时候还是我妈去娘家借的钱，你出过1分钱吗？那房子下面那块地呢？那地总是我们家的吧？那块地的确是他们家的，当初你们分家的时候，那块地就划给他们家了。村长，我看你就是偏袒他们家。我本就是想从中调解一下，既然你这么说，我也就不管了。你们现在就进去按手印吧。村长，就算这宅子不是江家的，可是我大哥也不是河西北疯长大的吧？爹娘把他拉扯大，本来还指望他养老呢，但你看他现在这样。就是总得补偿些钱给我们养老吧。村长一听，觉得说的也有些道理。建国，你觉得呢？那你算算，看要多少钱？三人一听就来劲儿，聚在一起嘀咕了一会儿。至少这个数。500，行啊，等会就给你。瞧不起谁呢？是5000。5000块对于江寒一家来说，不吃不喝都要攒上好几年。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咱们村有人能拿出5000吗？没钱就把你们的宅子拿来抵债。既然你们给脸不要脸，那我们就来好好算算。我爸结婚前3年都在矿上上班，这3年每年的工资都上交，1个月200块钱，1年也有2400，3年7200。结婚后每个月给你们150，1年1800，7年12600，加上7200，一共是19800。把你养他的这5000给扣下来，另外再给你2000当感谢费，剩下的12800你们还给我们吧。江寒一番话把他们搞迷糊了。老太太怎么也没想到，怎么7算8算的反过来倒给他们钱了。儿子，怎么回事？怎么我们还要给他们钱了？娘，我们应该要5万的。对，我们要5万。够了，你们有没有把我这个村长放在眼里？你们赶紧把钱给他们吧，要算就彻底算清楚，别以后2家再扯皮。哪有这个理儿？我养大一个孩子，给他娶了媳妇，回头我还欠他的了。看在你们对我爸的养育之恩，这钱我们不要了，但是你们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们。你们看着办吧。您二老以后好自为之吧。小寒、春花，我们回家。既然这样，那你们就进去按手印吧。直到现在，老太太心中才有悔意，但为时已晚。过了1周后，邮递员给他们送回了一封信。原来是江建国把煤矿上的工作让给了江建生，他自己另外又找了个活，在化肥厂帮人扛化肥。妈，我爸现在这个活也不能干。不让他干了，他又能干啥呢？家里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咱家里人口多地少，你爸不找点活干，咱们吃饭穿衣都成问题。妈，我这不是找到了赚钱的门路了吗？你看我才几岁的小孩，我卖个冰棍1周就能挣了不少钱，那要是换成我爸来干，不比我挣得多吗？如果他回来卖冰棍，夏天还好，冬天怎么办呢？我早就想好了，夏天一过咱们就蒸馒头卖，你蒸的馒头就可以。蒸馒头，那能卖得动吗？能，你在牛集上支个摊儿，肯定能卖得动。不如我们明天就去把我爸给叫回来。要不我们先试试，生意好了再叫你爸回来。不行，生意一旦做起来，就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了。唉，那好吧，明天我们一起去找你爸。第2天，他们一家搭车去了北市。江寒很快就找到了化肥厂，此时江建国正在装化肥。爸，你们怎么突然来了？出什么事了吗？家里没事，我们是来叫你回家的。我在这干活干得好好的，怎么能回家呢？爸，你别着急，你听我说，
江寒就把他跟胡春花商量好的事都告诉了他。江建国顿时有些火气。小韩胡闹，你也跟着胡闹吗？我怕你累着。他这一句话把江建国的火气给扑灭了。小韩很能干，现在已经挣到钱了。可我现在不干不行啊，我在这都干了10来天了，现在要是走了的话，1分钱的工资都没有，70、80块呢。那这70、80暂时就别要了，咱们回家挣大钱去。做生意有赚有赔，你怎么就敢肯定能赚大钱呢？我梦见我们家时来运转了，肯定能赚大钱。江建国眸光一动，时来运转，真的吗？他想起了上次江寒拦着他不让去煤矿工作的事，难不成家里真的时来运转了？暂时就听小韩的吧，万一做生意不行，过了年再出来找活干。回家后，江寒带着江建国一起去进冰棍。到了冰棍厂，江建国一次性把整个箱子都给装满了，然后按着江寒给他规划的路线去卖。果然好卖得很，跑最少的路，卖最多的东西。小韩，现在天还早，我们要不要回去再进一箱货？不能再进货了，再进货恐怕卖不出去了。冰棍就中午这会儿才好卖。江建国点了点头，就带着这200多斤的粮食回牛集去卖。这一天，他们的收入果然比江寒跑3天收入的都多。江建国十分意外，没想到这种小生意利润居然这么高，只要能卖出去，那就能赚钱，比上班赚得多，而且还能早早的卖完，回家还能帮家里干点活。这边卖冰棍的事稳定了，要开始筹划蒸馒头的事了。第二天，江建国出去卖冰棍，胡春花和江寒准备到村上卖馒头。他们进了一个村庄，江寒立刻扯着嗓子吆喝了起来：“卖馒头了，卖馒头了，1毛钱一个。”胡春花有些害羞，不好意思吆喝：“妈，做生意就得吆喝，你要是不吆喝的话，人家不知道你卖什么。你今天吆喝一嗓子，明天就不会觉得不好意思了。”胡春花听他这么一说，也红着脸吆喝了起来：“卖馒头喽，卖馒头喽！”这里走乡串户做生意的不多，他们俩这么一吆喝，村里的小孩都围了过来。送你们一个馒头，你们回家告诉家长，我家馒头可好吃了。过了一会，人果然多了起来。我们这是背过来的，所以1毛钱一个。你们要是到我们的摊子上去买10个可以多送一个。摊子就在牛集的十字路口。他们心里想着馒头偶尔吃一下就可以了，谁还能天天吃吗？都没怎么在意，但却听到了心里。买10个就可以送一个，感觉像是占了便宜一样。第二天，江建国没去卖冰棍，而是帮胡春花一起蒸馒头。等到下午，江建国按照江寒说的路线和方法出去卖馒头。江寒和胡春花在十字路口看摊子。新鲜出炉的馒头了，快来买呀！小朋友，你这馒头怎么卖呀？1毛钱一个，我们家的馒头买10个可以多送一个哦。给我来10个。我要20个，多送2个吧。馒头很快就打开了销路，来馒头摊子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没想到馒头真的全都卖出去了。小韩，还有人来得太晚，都买不到馒头了，要不我多做一些？不能做的太多了，买不到的他明天就会来得早一些。你要是做的太多了，卖不出去的话，就会剩下来，到时候会影响口感，坏了咱们的招牌。好了，全都听小韩的吧，做的太多，咱们自己也累。胡春花本来还想再坚持一下，但见他们爷俩都达成了一致，也就默认了。家里面粉没有了，我去店里买些面粉。爸，不要去店里买，咱们家面粉需用量大，我们直接去面粉厂进货就好了，可以让他们送上门，价格也能便宜一些。小韩说的对，这样确实划算不少。行，那就按小韩说的办。无一份的生意自然好做，要是有了竞争者，那就另当别论了。好景不长，很快就有其他人留意到他们的生意。不到2天，牛集上出现了第2家卖馒头的，还占了胡春花他们的摊位。你看看，他们竟然抢咱们的位置！妈，别跟他们一般见识，要和气生财。江寒害怕胡春花要是跟他们有肢体上的冲突，万一伤着可就不好。他现在太小了，根本保护不了妈妈。晚上，江建国回来，胡春花把这事一说，他顿时气得不得了。咱们去各个村庄里宣传的时候，跑了多少路啊，费了多少口舌啊！我们好不容易把名声打开了，可这一家倒好，来了就捡现成的。你们不要生气，不能咱们买馒头就不让别人卖呀。我们可以弄个招牌，咱家的馒头香，人家都会来买我们家的馒头的。也行，以前人家做生意就是带字号的。说干就干，他们立起了一个字号，立的是胡。爸，为什么不用江呀？毕竟已经分家了，咱们不是江家的人了，所以就用你妈妈的姓吧。虽然对手家的生意比不过江寒家，但是江寒家的生意还是受到了影响。转眼间就到了9月，要开学了。
爸妈，马上要开学了，这个学期我不去上学吗？江建国和胡春花都觉得江寒年龄还小，还想着等到他10岁的时候再送他去上学。你才7岁，别人都10岁才上学。不行，我今年就要去上学。别人家的小孩都不想去上学，你却主动要去上学。既然你这么坚持，那我们就去报名吧。建国，你怎么来这了？这孩子非要来上学，我嫌他小，他还等不及了。你家这孩子以后上学肯定成绩好。哈哈，希望如此。来报名的孩子都是10来岁的小孩，江寒是最小的一个。跟一群小学生在一起上学，哎，算了，现在我也算是老黄瓜刷绿漆，可以装嫩了。不对，学校里这么多的小孩，全都是我的潜在客户啊，得赚钱。他丝毫不觉得自己赚小学生的钱有什么不对劲，后世的某个大公司不就是专业赚小学生钱的吗？报了名之后，江寒就往东南的天口县城去了。这里的物价比我们家便宜得多。江寒到达天口县的大批发市场后，批发了一大堆的学习用品。这些小零食都是3无产品，吃了对身体不好，还是算了，赚钱也要坦坦荡荡才行。买3个作业本可以另外送1样东西，作业本、铅笔、橡皮、小刀，随你选。那些小孩们都纷纷动心了，回去就跟家长要钱买作业本。这些小东西虽然很便宜，但是利润却很高，基本上可以翻1倍。由于商品质量好且价格公道，江寒很快在学校里建立了良好的声誉。然而，这也引起了校内代销铺韩老师的不满。你知道你干什么来了吗？江寒知道他们家是开代销铺的，也知道自己这是触动了他的利益，8成是来找茬来了。他得小心应付，不能跟老师硬碰硬。上学来了。你不好好上学，天天在学校里卖东西，会影响同学学习，知道不知道？知道了。以后还在学校里卖东西吗？不卖了。韩老师这才满意，又把他给教训了一顿，让他回去了。江寒又想了一招，放出消息出去，问哪个同学要东西，就提前跟他说，他从家里给带过来。没想到有人打报告给韩老师，韩老师知道他还在卖东西，但是也抓不住他，就开始给他穿小鞋。下了课就指挥他干活，不让他闲着。上课的时候又找他的茬，把他给撵出去，让他站到教室外去。这老师分明是公报私仇。算了，还是等到期中考试再说，考出个好成绩出来，看他怎么收场。整个学校的老师都觉得江寒不是个好学生，天天挨罚，能是好学生吗？消息不知道怎么就传到了江建国的耳中。爸，你今天没有出去卖馍吗？没有，你过来，我有事要问你。爸，这是怎么了？你这么严肃，搞得好像发生了什么很大的事情一样。我问你，你在学校里上学怎么样？没怎么样啊，一切都好。我还想着去借点书来看，1年级的东西太简单了，我想看更深奥一些的东西，总不能在小学里混5年吧？我可不想把太多的时间都耗费在这里，我还得赚大钱呢。不如直接跳到5年级参加考试，明年就可以上初中了。1年级都还没学完，你还想看其他的书？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学校里天天被罚，你要是好端端的老师会罚你吗？这你就不知道内情了吧？韩老师家在学校外头不是开了小卖铺吗？我在学校里卖本子，同学都不去他家买本子了，他赚不到钱了就故意找我茬，每天不让我听课，故意罚我站。你说的都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了，要不然他为什么总是处处针对我？我上课多眨巴一下眼，在他眼里都是错。不过罚站也好，我拿着书出去自己学，我还懒得听他讲课呢。那些东西太简单了，翻过来讲，翻过去讲，一点意思都没有。把书给拿过来，这道题怎么做？江寒嘴角抽了抽。老爸这是在考我呢，1年级的数学能有多难？他认认真真的把这道题给说了一遍。江建国又挑了几道题目进行测试，江寒全都答对了。你真的都知道？我知道啊，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太简单了，倒不如去借一些2年级、3年级的书回来看。如果能看得懂的话，我们就可以挑1级，这样不就可以省一些学费了吗？你这小子，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钱上，咱家还不需要你用这种方法来省钱，你只管安安心心的上学，挣钱的事就交给爸来。至于你说的跳级，你自己看着办吧。你是个有主意的孩子。江寒激动得很，只要打通江建国这一关，他心里就有底气了。就这样，江寒在每天的被罚站中，终于迎来了期中考试。小学1年级的题，对我来说简直不要太容易了。江寒拿着卷子目不斜视，刷刷的写了起来。别人都才写了几道题，他就写完交卷了。
监考老师看到他这么早交卷子，还以为他交了白卷。竟然写得这么好，不对呀，这孩子调皮是整个学校都有名的，天天被罚站，课都没听多少，怎么可能考得好？韩老师改到了江寒的卷子，面色黑得不得了。他根本就不相信这卷子是江寒写出来的，他天天都不让他听课，怎么可能考100分？第二天数学课上，韩老师宣布江寒0分，并要求他下课后到办公室谈话。到了办公室，江寒发现还有个科的老师，连校长都在。江寒，你平时不好好读书就算了，还抄答案。我没有抄。你没有抄，你能考满分？你天天上课捣乱，你能考满分？你作业不交，你能考满分？看来你到现在也不觉得自己做错了。像你这样的学生，将来长大了也会是一个祸害，根本就没有培养的价值。韩老师，你空口白牙就说我抄吗？证据呢？就算是到法院里去打官司，也要讲究证据的吧？你能拿出我抄的证据来吗？办公室里的老师都朝这边看了过来，没想到江寒竟然还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牙尖嘴利的，还证据？你的卷子就是证据。我再说一遍，我根本就没抄，你这是在诬赖我。你要没抄，我把头给你当皮球踢。江寒冷哼了一声，但凡说出这种降智商的话的人，打赌最终一定是输。我说有没有抄很容易就可以印证，你重新给我出卷子，我当场写不就好了？如果我能写得出来，你赌什么？韩老师一时语塞，显然没有预料到江寒会提出这样的挑战。不如这样，如果我没有抄的话，你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跟我道歉；如果我抄了的话，那我就自己退学，你看怎么样？韩老师试图用气势压住江寒，但发现这招对江寒不起作用。行啊，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别到时候你说了不算。任校长、刘主任，希望你们给做个见证。你还跟你老师认真了？老师就算是说你哪句不对了，你还非要揪个是非黑白吗？当然得说个是非黑白出来。这半个学期以来，韩老师就没让我去听过他的课，为什么别的老师不罚我，偏偏数学老师罚我？江寒这么一说，其他老师们带着怀疑的目光看向韩老师。韩老师被他说的咬牙切齿，拿起书来就想拍他。韩老师，你是恼羞成怒了吗？事实胜于雄辩，你诬赖了我还想打我？韩老师，消消火，别动手。韩老师故意针对我，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不就是我卖本子妨碍到你了吗？所以你才会天天把我给撵出去，不让我听课。好在我聪明，要是换成其他同学，半个学期不让听课，那还上什么学？你因为你那小卖铺的一点蝇头小利，耽误别人的前程，毁坏别人的一生，你这样做可是缺德啊！最后一片遮羞布被扯下，韩老师气得直喘气，脸色涨红。以前就听说你伶牙俐齿的，今天一见果然没有虚传。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我可不想背负这样不好的名声。倒是韩老师是不是不敢打赌了？韩老师确实不想跟他打赌，但是话赶话都赶到这份上了，他能推辞吗？如果他这个时候推辞，不是显得他很心虚吗？江寒，既然你自己找不痛快，我就让你心服口服。韩老师迫于压力，不得不接受挑战，拿出多余的试卷让江寒当场语文、数学加在一起，一共就10分钟交卷。江寒写得飞快，令在场的老师们震惊不已。一定是你把这些答案都给记下来，这是你刚写过一次的卷子，这个不算。我的记性如果好到可以过目不忘了，我又何必还要再去抄呢？韩老师，你这不是自打嘴巴吗？韩老师再次拿出去年的卷子，江寒依旧满分，韩老师仍不信邪，想要继续测试。韩老师，还要写多少份你才肯面对事实？知道我为什么会写吗？就是因为你天天不让我进去听课，我在外面自学，我自学的都比你教的好，所以有没有你这个老师，对我来说压根就不重要。江寒的话语如同重重一击，直接打击到了韩老师的自尊心。那就不写了，你先回班上去吧。韩老师想先把江寒给糊弄过去，但是江寒可不干。韩老师想说话不算数吗？你别忘了你说过的话啊！等一会就要做广播体操了，你就在做广播体操的时候公开向我道歉好了，不用再等。韩老师的脸一阵青一阵白，恼羞成怒，又抬起手来想打他。韩老师，结果怎么样了？就在这时，校长的声音打断了他。任校长一看到韩老师的脸色不对，就知道肯定是他诬赖了江寒。给校长一个面子，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是韩老师说错了，你考了200分，这次奖状有你的。任校长，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实在是这个面子我给不起。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他不让我听课，我自己能自学，是因为我稍微聪明一点。
要是换成其他的学生呢？人家交了学费了，到学校来被老师故意找茬不让听课，那不是毁了别人一辈子吗？这件事我不能让步，韩老师必须得公开向我道歉，要不然我就去教育局要个说法去。任校长没想到这个家伙连教育局主管学校的事都知道，江家这个小鬼比他听说的还要难缠。这学生管不了了，把他家长给叫过来，现在就没大没小的，不好好管束，以后到社会上还得了？社会上有警察叔叔管我，不用你管。现在你必须向我道歉。我虽然是个学生，但也是合法的公民，可以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名誉。你今天要是不道歉，这事就没完。韩老师让一个江家维的学生把江建国叫了过来。江建国到了办公室，韩老师添油加醋地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校长也陪笑着说韩老师有多么负责任，怎么样的。江建国听老师说完了之后，看向江寒，你来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江寒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跟他说了一遍，然后又把他做的卷子都拿给他看。老师这事办得确实不妥，你既然跟他已经打了赌，那就愿赌服输呗。我们家江寒虽然小，我们可没将他当成小孩来看待，他在家就是一个小大人，难怪你们弄得这么僵呢。小孩不能惯，这不是我惯我家小孩，现在是你打赌输了，要是我小孩打输了，你肯定要把他给撵出学校了吧？给韩老师留点面子嘛，当着全校的那么多的学生，实在弄得有点下不了台，以后他还怎么去教书？让韩老师这里给你道个歉算了。这样也行，但我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我要跳级，韩老师太差劲了，人品不行，教书也不行，所以我不愿意在他班上待。我现在要求跳级。你知道什么是跳级吗？我知道，我现在要求跳到5年级去，明年的暑假我就能考初中了。他这话一出，在场的所有的人都震惊了。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知道，实话告诉你们吧，小学的课本我全都看完了，我确定能考上初中。不相信我的话，拿5年级的卷子给我做呗，考过了就上5年级，考不过再说。刘老师一听也来了兴致了，难不成这江寒还真是天才不成？他就拿了5年级的试卷给他做。满分，一道错的都没有，真是怪了，难不成真是天才？校长也止不住的激动，这江寒是真聪明啊！毕竟我这7岁的躯壳下装的是一个成年人的灵魂，这样光明正大的作弊，貌似有些不好。不过我装的也应该没有破绽吧？教导主任刘老师立刻就拍板让江寒进了5年级。其他老师看到他，眼睛都发亮。要知道整个5年级也没有考满分的呀，就算是数学能考满分，语文也不可能满分啊。老韩啊，你赶紧跟江寒同学道歉吧，咱们要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改正。韩老师虽然脸色不好，但是现在校长都向着这个学生，他也没办法了。是老师的错，你别再怪老师了，老师也不希望你投机取巧。江寒知道韩老师心里不服，但也知道不能再深究下去，以免显得得理不饶人。韩老师，以后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就好了。还有，请你们这些当老师的，不要随意打击学生。你们有时候纯粹是有口无心，但你们却不知道你们的一句话，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可能会影响他的一生。他这话说的倒是非常诚恳，因为有许多的学生的积极性就是被老师给弄没了的。韩老师尴尬的笑着，其他的老师听着也觉得有些感动。放学回家，江建国已经把他上5年级的事告诉了胡春花。小韩，你才上1年级，怎么就跑5年级去了？我提前看了书了，那些知识我都会了，所以就上5年级去了，明年就能上初中了。你真的都会了吗？会了，你就放心吧，要不然老师也不会让我跳级啊。胡春花想了想，觉得有道理，便没有再说什么。这件事，村里的学生回去都跟家长说了，他们还当是孩子胡说八道呢。晚上到江寒家来串门，才知道是真的，他们都纷纷称奇，没想到江寒这么聪明。这一天，江寒放学回去，意外的发现江建国在卖馒头。我妈呢？你妈生病了，在家里躺着呢。江寒顿时就着急了。我妈怎么了？没什么大事，要在家里躺几天就好了。这几天你回家别吵她，知道不？江寒点了点头，没心情帮他卖馒头，赶紧回家去了。江寒进门看到江默和江娟坐在院子的地上玩，也没理他们，进了屋去了。胡春花正在床上躺着。妈，小韩回来了。妈，你怎么了？咋不去医院？去过了，妈没事，躺2天就好了，别担心。江寒眼睛一扫，就看到了桌子上一包一包的药，都是草药，草药袋子里还有药方，都是保胎的药。妈肯定是动了胎气，要好好注意才行。爸，我妈现在身体不适，不如我们找个人来给我们帮忙。我一个人可以。
可是我妈还需要人照顾，我妈要给我生个妹妹了吧？之后要是生了妹妹，还得照顾妹妹，就没有时间做馒头了。说的也对，你看请谁好？我看三奶就挺好的，人干活麻溜，家里也收拾得干净，不如就请三奶。那都听你的，我去请你三奶来帮忙。不是帮忙，是雇他来干活，1个月给他200块，他肯定能干。江建国想了想，这是要长期在这里干活的，不给钱确实说不过去，他就去跟任中梅说了。第二天，任中梅就过来帮江建国蒸馍，江建国就管卖馍。江寒的名声在附近越传越大，有人到江建国的馍摊这里打听，听说他真的是从1年级跳到了5年级，都纷纷来买他家的馍。他们总觉得吃了他家的馍，自家的孩子也能变得更聪明一些，江寒家的生意更红火了。而他们的对手却没有支撑多久就不干了，江寒家又成了牛集唯一一家卖馍的了。爸，你留意牛集的门面房，到时候我们直接盘个门店，就不用拉着东西来回跑了。行，我明天就去看看。任中梅在村里是有名的大喇叭，把江寒给夸得好上天，好像从头到脚都包了金子似的。江成军老两口都快气死了，儿媳妇王秀也气得不得了。她也怀孕了，但是她怀孕了还得到田里去干活，别人怎么干，她也得怎么干。看看胡春花，怀孕了之后什么都不用干，好吃的还得紧着她吃。王秀嫉妒的牙痒痒。娘，我看大哥就是故意的，他就是有了发财的门路，故意要跟咱们断绝关系的。你看看他们现在过得多快活，要不是他故意使坏要跟咱们断绝关系，现在那馒头汤不就有咱们的一份了吗？你说他是不是故意的？我听说三婶和三叔去帮忙，1个月500-600块呢。陈琳本来就看江建国不顺眼，这会儿听到王秀说，心里就更加生气。老三凭什么帮他们干活？我们家也有很多需要帮忙的地方呢。你去和江成运说说，让他和任中梅别再去帮江建国干活了。江成军被妻子磨得没办法，去劝说江成运不要继续帮助江建国。乡亲们，你们都出来看看，陈琳他们两口子干的都是什么事？他们把建国一家逼得走投无路，断绝关系就算了，还不许旁人跟建国家走得近。建国让我们去帮忙，月月是给钱的，而他们是让我们白白的去当劳动力啊！你们看看他们干的都是什么事？挑拨我们两口子打架呢，缺德不缺德？他的声音响彻整个村子，吸引了众多村民围观。三婶别说了，咱们不都是一家人，你何必呢？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要不是你跟在后头挑唆，你们家不会出这么多事。江寒放学回来的时候，他们还正在吵架，便去问明了事由。我原本是想着到明年暑假看看能不能有什么项目能帮助我们一个村子的人发家致富的，但是村里有人闹事，我看啥时候都富不了，还是算了吧。实在不行，回头我们搬出江家围算了。之前不觉得江寒家蒸馍能赚多少钱，但是现在看看他们家都能雇人干活了，肯定挣了不少。就是，要是他真的能有项目带动村里的人赚钱，那不是更好吗？你们是不是不想在江家围了，还想不想过日子了？任中梅见好就收，不再说话了。王秀还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哭着说着自己的委屈。人家其实早就不耐烦了，自己一肚子的委屈都没地方诉说呢，谁还想听别人的？小韩，你真的有什么办法要带村里的人赚钱吗？我是有这个想法，但是还没想好要干什么。你是咱们江家围的希望，不管以后有多大成就，可别忘了咱们江家围啊。肯定忘不了，你放心好了。村长满意的走了，江寒就认真的思考了起来。前世江家围的人过得并不好，本来就不大的村子，越过人越少，或许这次真的能改变身边人的命运。眼看就期末考试了，这个年代小学是不学英语的，地理和历史也不用考试。江寒考了双100分，全年级第1，这个让他一点成就感都没有。他最近一直在想怎么改变江家围所有的人命运。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大概是他重生的意义和使命。江寒，恭喜你呀！我还得谢谢校长呢。教育局很快就会带着县电视台的人来采访你，你可要做好准备。采访？要上电视吗？你不要紧张，先去看一下采访稿吧。我不想接受采访。为什么？上电视不好吗？我想好好学习。这是上头的意思，就问你一些话，拍几张照片。你不用担心。树大招风，我现在什么成就都还没有呢，搞那么大动静干什么？再说，万一遇到什么得道高人，看出我是重生的，可就完蛋了。
江寒内心又担心又抗拒，那就只接受采访，不露脸。我看成。一场轰轰烈烈的采访过后，很快当地县电视台就报道了这件事，知道这新闻的人都羡慕不得了。都怪你，当时要不是你，我也下不定主意跟他们断绝关系呢。娘，我也不知道呀，早知道是这样，之前就不应该跟他们断绝关系。王秀这一天走娘家，恰巧遇到了韩老师的媳妇王月红，两人是一个村子的。王月红还是王秀本家的姑姑。王月红见了王秀，就跟他打听江寒的事。王秀把江寒说的一文不值，还将断绝关系的责任全都推到了江寒的身上。那小鬼聪明是聪明，但是人品不行，翻脸不认人。王月红本来心里就不高兴，这个小子抢了他们的生意，还让他男人颜面全无，心里一直不是个滋味儿。现在他倒是出了不小的风头，他男人在学校里的日子可就没那么好过了，所以他一直就想找江寒算账。你想不想好好教训教训他？当然想了，做梦都在想，要不是因为他，我怎么会丢那么大的人？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回去跟你婆婆公公他们说，一准能给你们解气。这一天，陈琳来馒头摊前买了5个馒头回去，胡春花也没留意。结果第二天，陈琳就闹到了摊子前。你们黑心黑肝，做的馒头不干净，我昨天吃的拉肚子拉了一夜，你们总要给个说法。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别信口胡说。陈琳大声喊叫的厉害，并且挡住前来买馒头的人，不让他们买，而且还嚷嚷着掀摊子。你先吧，值多少你赔多少。老太太本来想掀的，但是害怕赔钱也没敢掀，转过去跟来买馍的人说他们家的馍不干净。她闹得非常厉害，明摆着就不让胡春花他们做生意。江寒和江默说了几句话，就让他去派出所叫警察去了。警察叔叔，有人在街上闹事，还有孕妇，你们赶紧去，恐怕去的晚了要出人命。发生了什么事？警察同志，你来的正好，这一家卖不干净的馍。昨晚我买了馍，吃了之后就拉肚子，我家老头子已经拉得起不了床了。你有没有拉肚子？是不是吃的我家的馍拉的肚子都还是两说。我们一个村，你如果真的是吃了我们家的馍吃出了问题，为什么早不找晚不找，非要等到第二天下午我们出摊的时候来找？我看你就是来找茬的吧。天地良心啊，我怎么可能是来找茬的？我趁着这么多的人来，就是为了拆穿你们的真面目，免得把老百姓肚子都给吃坏了。吃我们家的馍可不止你一个，很多人都吃了我们家的馍，有谁拉肚子了？我不管，你们必须得给我个说法。正好警察同志来了，让警察同志还我们一个公道。警察叔叔，这老太太和我们家不和，不相信你可以到我们村里去走访走访。还有她说我们家的馍有问题，那她得拿出个证据来，拿不出证据来就是在污蔑我们。就算是打官司打到了法院，法官也是谁主张谁举证。你就是江寒吗？是我。怪不得呢，一般的小孩可说不出这样的话来。你说的有道理。老太太，你说这话有什么证据吗？我都拉肚子了，我家老头也拉肚子了，在床上都下不来了，难道还能有假？他们做这些不干不净的馍，把老百姓的肚子都给吃坏了怎么办？你们难道不该把他们给抓起来吗？你们大家来说说看，你们有谁吃我们家的馍之后就拉肚子了？我都买了好几次了，也没拉肚子呀。我也是，确实没毛病。你看我随便找了几个人问问，他们都没事，就在你那里有事。我看这个压根就不是馍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你得拿出证据来，没有人证物证，你就是在诬赖我们。我可以反过来告你损害我们的名誉权。既然你们都不肯各退一步，那就到江家围去调查一下吧。走，我们去江家围。到了江家围，警察四处走访调查，村民们对这两家的事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昨天的馒头还有吗？还有一些，我们会带回去送检的，你放心吧。检验结果显示，馒头上确实沾了泻药粉，但内部并没有，很明显这是人为弄上去的，而不是在制作过程中添加的。很快，警察就调查到王秀在卫生院买过泻药，医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他说是给别人买的。既然医生指认了你，你就老实交代吧。是王月红给我出的主意。警察立刻派人带来了王月红和陈琳。你为什么要陷害人家？我没有陷害人，我就是吃了他们家的馍，肚子才不好的。既然你不认罪，那你就在这里好好想想，等你想清楚了再说。警察说完就把他关了起来，陈琳顿时就吓坏了。王月红一听警察叫他去，他也有些害怕，
她让丈夫韩老师陪着她一起去的。她一见到王秀和老太太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警察还没问，她就不打自招了。你们叫我来干什么？这事跟我没关系啊！你是主谋，还觉得跟你没什么关系吗？就是到法院去起诉，你的罪名也比他们更大。你以为你给他们出了主意，自己不动手就可以借刀杀人了吗？王秀都已经招了，你还不把自己做的事都给交代了？王月红吓得浑身发抖，只好把自己给王秀出主意的事都给说了一遍。江寒家跟你有什么矛盾？你好端端的就要陷害他们家，他们家要是能原谅你，你就不会有多大的损失；要是不原谅你，你就等着吧。我就是想教训教训他，又不是要投毒杀人。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我都说了。那你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我就是想让他们长长教训，他们跟我们断绝关系，我心里有气，想出一口气。按照你做事的这个风格，人家跟你断绝关系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不管有多大的怨多大的仇，这种昧着良心的事是不能干的。你都活了几十岁了，难道这样的道理你还不懂吗？我知道自己做错了，现在要怎么办？要怎么办就要看他们家了，要走公的还是要私了，都是你们商量的。老太太心里害怕，万一真的要走公，那可怎么办？她可不想坐牢。昨晚一个晚上她就被冻得够呛了，要是以后真的要坐牢，那她肯定会死在里头。求求你了，你一定要帮帮我啊！我尽量让你们能私了，都查清楚了，现在就看你们想怎么处理了。我们准备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他们吓到了我妈，我妈现在身怀6甲，经不起这样的吓，而且他们还妨碍了我们做生意，损害了我们的名誉，他们必须对我们公开道歉，并进行赔偿。那你们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私了，能私了的话就没有必要打官司，这都快过年了，弄个官司多交心，再说打官司太麻烦了，耗的人啥都干不成。私了也行，不过要让他们都长长记性，一个人200块吧。卢警官感觉他要的有些多，但是没有说话，他不过是从中进行调解的，才不管他们钱多钱少，只要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就行了。张嘴就要200，当抢钱呢？不愿意的话，那就等着坐牢吧。要200确实有些多了，要不然你们一家拿150，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行，就100块。那我们就走公吧。我拿。娘，现在都什么时候？我还怀着孩子，可经不起这样折腾来折腾去了。你要拿就拿，不拿就算了。我先回家拿钱去了。我给还不成吗？王秀被罚了200，陈玲被罚了200，你少说也得要300。你是主谋，肯定要拿得多一些。不行呀，我上有老下有小，就老韩一个人去教书，我哪里拿得出这么多钱呀？这是你要跟江建国他们商量。你们就大发慈悲，可怜可怜我们吧，不要让我们赔这么多钱，我们真的没这么多钱。再说这件事都是他们干的，跟我没什么关系啊。师母，你还是赶紧起来吧，您这一跪我们可受不起。现在你说起自己的难处来了，你在给他们出主意来害我们家的时候，你就没想过后果吗？到现在还在说这件事跟你没什么关系，可见你根本就意识不到自己错了。既然这样，我们还干嘛要原谅你？干脆撕破脸算了。能私下解决已经是大幸了，要是经过法院，事情就闹大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王月红和丈夫商量后，决定赔偿300元。小韩，我们这不是在讹人吗？怎么能算是讹人呢？这是他们给我们的赔偿，我们要传扬的人尽皆知才行，要不然别人都当我们是好拿捏的。今天这个想来找我们的茬就来找，明天那个来想找我们的茬就来找，那我们还有安稳的日子吗？我今天之所以要这么多钱，就是为了要敲打那些眼红咱们家、心里不安稳的人。别多想了，都听小韩的，这小子像个小大人，有主意呢，咱们就好好的配合他就行了。胡春花这才点头，江建国就忙着去做饭，中午搞一桌好菜，这边一片祥和。老太太他们那边就不一样了，老爷子说他老糊涂了，江建设也埋怨他，干嘛还要去找江建国他们的茬。老太太气得病了。王秀住在娘家不回来了，还托人来说要分家。王月红这边到家之后被韩老师打了一顿，他也回娘家去了。韩老师把王月红给打跑了还不解气，他是个欺软怕硬的人，经过上一次跟江寒正面冲突之后，他就知道这个小孩不是好惹的，尤其是他们家现在已经成了县里的名媛。这臭婆娘还没眼色，不去巴结还要去招惹，也不想想能不能惹得起。
弄不好我的工作也要丢了。这个败家的娘们，真是好事找不着她。果然，才过了2天，校长就知道了这事。韩老师，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不想想这么做会有什么后果？这件事要是传到了教育局，我可就保不住你了。这事我确实不知情啊，都是我家小孩他妈背着我干的，我都做错过一次了，不可能一直再错下去啊！你看这要怎么办才好？现在想要保住你的饭碗，你最好提着东西去找江寒他爸妈赔礼道歉去。韩老师想了想，可以试试，总比丢了饭碗强啊。于是他提一些礼品去了江寒家。韩老师，你来就来了，怎么还带东西了呢？我今天是负荆请罪来了。哎呦，韩老师说的什么话？我家里的办了件糊涂事，得罪了你们，这事我实在不知情，还请你们见谅了。哎，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不打不相识吗？韩老师何必还要纠结呢？这件事跟韩老师没关系，不也是没查到韩老师身上吗？话是这么说，我心里还是觉得对不起你们，都怪我没有把家里给管好。伸手不打笑脸人，既然他都这么说了，江建国当然也就借坡下驴了。过去的就过去了，不要再提了。经过一番交谈，江建国邀请韩老师留下吃饭，双方关系得以缓和。这些人果然都是捧高踩低的。他现在是因为我上了电视，害怕自己的饭碗不保，这才来赔礼道歉。要不然他会来赔礼？算了，本来也没打算把他怎么样。经济改革后，很多以前认为铁饭碗的工作都会保不住，老师的日子也不好过。前世有很多老师都下海打工去了，那时候能坚守在岗位上的都是很了不起的。算了算了，不想这个了。过完年之后要给村里找个什么样的项目呢？这事情就这样落下了一个尾。来到村边，江寒正好看到了江流凯，三奶老来得子，宠他宠得不行，自己还要管他叫小叔呢。不过直到几十年后，他们的关系都非常好。小叔，你的寒假作业写完了吗？还没，假期还长着呢。怎么啦？你有什么要帮忙的没？你想不想跟着我做生意？好啊，你要做什么生意？你看马上就要过年了，家家户户都要买鞭炮，你说我们要不要去进一点鞭炮回来卖？你知道去哪儿进货吗？知道呀，我就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卖。你要愿意卖的话，我就去进。愿意。到家后，江寒就跟江建国商量，去批发一些烟花炮竹回来卖。江建国本来一门心思就扑在这馒头摊的生意上，听他说要去买烟花炮竹，心里也没底。那个能卖吗？能啊，现在就可以去进炮竹。这个东西过年时家家户户都必备的，就算过年卖不完，到正月15也能卖。你这么说，是不是知道去哪里批发了？嘿嘿，明天你跟着我去就好了。第二天，到了天口县的批发市场后，江寒开始了实地考察。他们一连问了好几家，有一家比较便宜，江建国就想进那家的货。先不要急，你看别人家的门口生意都非常的兴隆，来的人也多，但他们家门口却没人。这一家要么东西有问题，要么是人有问题。你咋知道的？来这里买的东西的人一般都是附近的人，附近的人肯定都是知道谁家的东西好，所以我们还是多看看，多留点心不会吃亏。找到好的进货渠道了，以后来了就拿货了。江建国觉得他说这话有些道理，就全部都听他的。经过一番周转，他们锁定了一家去进货。如果我批发的东西卖不完，以后能不能退给你？退是不可能的，换成别的东西倒是可以。那就这么办吧，不过我们也不会把这东西不往外卖，赚钱才是我们的目的。他们挑选了一些烟花爆竹，并额外要了一些小摔炮。到家后，江寒就去教江流凯怎么卖东西，还把每种烟花爆竹的价格都说给他听。江流凯也很聪明，很快就把价格都给记住了。你别太紧张，我会跟你一起去的。这家伙怎么还不到？大姑姑、二姑姑，我妈说让我姐跟着帮忙看着，省得东西被偷了。也行，那我们走吧。他们一行人到了牛集，按照江寒的要求支了2个摊子。江流凯他们姐弟几个看着一个，江建国这边支着一个。你这边的卖便宜一些，我那边的会额外送一些小礼品，回头看看哪个好卖。江流凯点了点头。江寒走了之后，江流凯又问了姐姐价格，见他都记住了，这才放心。这爆竹怎么卖的？鞭炮长短不同，价格也不同，从3到10块都有。便宜点吧，我多买些。不行，该多少钱就多少钱，再少就要赔本了。
你去别家打听打听，看看他们都卖啥价，回来再买也不迟。那人买东西也是货比三家，在这里问了之后，又去问其他卖爆竹的人，果然是比他们贵一些。问到江寒他们这边的时候，江寒也嘴甜地介绍起他们的东西来。虽然我们跟旁边的价格都一样，但是我们可以送一些小东西。都送什么？3块的是没有东西送的，5块的可以送1盒火柴，10块的可以送2盒，要是买的多了就送的多。不错，这2挂爆竹和这几根烟花给我装上吧。好嘞。不一会儿，江寒就遇到了前来讲价钱的人。这里不讲价钱哈，你们要是想买低价的，可以去斜对面那边的便宜。他这么一说，那买东西的人不知道咋想的，非要在这里买不行。为啥他们能卖得这么好，咱们这边就卖不动？江流凯一见江寒那边卖东西，他那边不动，也着急了，他立刻扯着嗓子喊了起来：卖爆竹喽，卖爆竹喽！整条街上最实惠的爆竹在这里哥。江流凯这么一喊，果然有人过来问价了。你不相信，到街上到处去打听打听，问问看有没有这个价钱的。如果有这么低价的，我这里的东西全可以送给你。哼！有人听到这话，直接就买了，也有人真的去打听价格，问了一圈还是他们这里最便宜，最后就又回来买他们的东西了。一上午的时间就把昨天进的货全都卖完了。下午江建国去进货，江寒回去算账。鞭炮利润真不少，一天就赚了80多块，回头给小叔他们分些钱。进货还顺利吗？顺利，可惜车子一次性带不多，我还想多进点，车子实在装不下了。到明年咱们买个3轮车，做生意什么的就方便了。卖鞭炮只能卖这一段时间，还值得买个3轮车吗？我们不干这个也可以干别的，反正不能闲着的，买个3轮车大有用处。行，听你的。今天大家辛苦了，这是给你们的。小韩，你2个姑姑在家里闲着没事，就去帮你看看摊，你还拿钱干什么？这是应该的。你这孩子咋这么客气呢？三奶，他们得钱是应该的，我们暂时还没赚到大钱，要是能赚到大钱了，大家都一起发财。这孩子真懂事。妈，这镇上这么多人，你扛着大肚子来凑什么热闹？我不放心，跟过来看看。你以后别来了，人太多了，要是碰着了怎么办？小韩说的对着呢。我又不是头一回怀孩子，我自己照拂着呢。快坐下来歇着。小韩，咱们为什么每天都要去进货？怎么不让他们把货给送到咱们家里来？我们不能压货，进一点卖一点，可以随时调整。畅销的东西就多进，卖不出去的就不进。再说了，咱们这东西是有季节性的，如果这个时候卖不出去，其他的时候就更不好卖。我明白了。江寒的小摊生意越来越好，比街上任何一家卖的都快，很快就引起了别人的眼红。俗话说同行是冤家，这一话一点都不假。这一天他们又来赶集摆摊，天还不亮就从家里出发了。到了镇上，刚把东西给放下来，镇上的街痞子就过来了。爸，这些人看起来不太友好，我们要小心一些。别怕，我们按规矩做事，没什么好怕的。你们是卖什么的？我们是卖爆竹的。爆竹吗？我们试试看，你们家的货真不真？为首的那人一脚踩在摊位上叫嚣，另一个人拿起东西就往口袋里塞。刚刚你装起来的东西15块。那小痞子一听，立刻就把烟花给摔了。你什么意思啊？还害怕我们不给钱还是怎么的？一瞬间，那几个小痞子都一起围了上来。等一下，小鬼一边待着去。打赢了你们去牢里蹲1个月，还得赔钱；打输了你们到医院里住1个月，还是要赔钱。你们想好了再决定。你说这话啥意思？你们要是把我爸给打了，警察会把你们给抓到牢里去蹲1个月，而且你们还得赔我爸的医药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如果你们打不过我爸，那我爸一准打断你们的胳膊腿，到时候你们就得到医院住1个月，而且还得给我们赔钱。为啥都是我们赔钱？你们来找茬的，不是你们赔钱谁赔钱？有什么话坐下来慢慢说不行吗？俗话说和气生财，你们在这打打骂骂的，我们不好，你们也不好啊，你们说是不是？你们是哪里的人？不知道这里的规矩吗？跑到这里来卖东西，经过我们同意了吗？我们都是庄稼人，不知道你们这里的规矩。不过现在你们可以跟我们讲讲，我们也不是不讲规矩的人，入乡随俗吗？老大，这个小孩不会就是沈彤吧？你叫什么名字？
江寒为首的那个小痞子愣了一下，随即打量他，年龄能对得上，经常帮家里人做生意，也对得上，难不成真的是他？他们虽然都是混街头的，但是当地的神童已经涵盖在了他们的保护圈里。几个人面色顿时怪异了起来，很快就变成了惊喜。他们看向江寒那眼神让江寒一阵恶寒，怎么看怎么都像是狗看到骨头一样，有些恶心巴拉的。就在这时，江流松突然从对面跑了过来，一把拉住了江寒，把他给护在了身后。他自己也害怕极了，手都在发抖。三奶家的人都是实在人，前世跟这几位姑姑来往不是很密切，没想到二姑姑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还会冲过来护着她。她冲过来之后，大姑姑还有小叔全都冲了过来。有什么事冲我来？而小痞子中为首的那个眼睛直勾勾的看着江流松，像是傻了一样。刚刚要干什么来着？他全都忘了。看什么看？再看把你们的眼给挖下来！江流局这么一吼，为首的那个小伙子脸一红，低下头去。不是要跟我们说说你们这里的规矩吗？怎么不说话了？没什么，你们做生意在这里好好做生意就好了。你拿走了爆竹，不赔钱吗？我赔。他说着就掏出了20块钱丢在了摊子上，赶快带着另外那几个人走了。小韩，你没事吧？没事，谢谢你们了。他们都不是什么好人，你怎么敢跟他们犟嘴？还有你在这里凑什么热闹？小韩的事就是我的事，我是他小叔，就应该保护他。都是什么东西？下回我把菜刀给带上。爸，别生气了，咱们和气生财。你一生气把财气给弄跑了，可就得不偿失了啊！你放心，那小子早晚会犯在你手里，到时候你多刁难刁难他就好了。这事解决完后，他们就继续做生意了。江流松也就回到自己的摊位上开始卖东西，生意红火。很快江建国就把这个不高兴的事给抛在了脑后了。第3天他们又去镇上卖东西，那小痞子已经把他们摆摊的地方都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了。江寒他们一到，他就热情地帮忙摆摊，他还不好意思去江流松那边去帮忙，就在江寒这里帮忙。这小子是真的看上大姑姑了。这小子怎么突然这么热情？这是怎么回事？小痞子在这里帮忙把东西都给归整了之后，又去买了些吃的过来给江建国他们，另外一份送给了江流松那里。谁要吃你们的东西了？拿走拿走。这是给你们赔礼的，上次是我不对。算了，过去的就过去了，你们别找我们麻烦就好了。这小伙子头一遭跟江流松搭上话，支支吾吾半天也没说出一个字来。肯定不会再找你们麻烦了，你们就放心吧。我叫曹金贵，你叫什么名字？江流松。曹金贵心里十分高兴，转身就去了江寒那里。原本以为这家伙送了吃的之后就该走了，却没想到他居然到江寒这里帮他们卖起东西来了。他做起生意来可真是有一套，能把人给哄得开开心心的，所以他们今天的东西卖的就更快了。好奇怪，总觉得今天来这里买东西的人更多了。江建国则是一直都在警惕着，心里想着这小子肯定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小半天的功夫，所有的东西都卖完了。江建国一言不发的收摊。江寒啊，那个江流松是你什么人啊？我姑姑。你姑姑说婆家了没？这是真把我当小孩了。既然这样，哼哼，说没的可多了，家里的门槛都被踏平了。但是呢，我大姑姑心高气傲，一般的男人她都看不上。她觉得作为一个男人，就得闯荡出一番事业来，不能一天到晚的游手好闲，而且要有责任心，还要有担当。她不看重外貌和家庭，她更看重的是人品。我看上的女孩就是不一样。对了，你们今天再去进货，可以多进一些。现在整条街上只有你们家卖爆竹，其他的人都不到这里来卖了。好家伙，这人就是这镇上的遗害呀！怪不得今天来了这么多人，你啥意思啊？这条街上只有你们家才能卖爆竹，其他的都没卖了。所以你去进货的时候要多进一点，进的少了就不够卖。江寒想来想去，觉得应该是这么回事。本来他们家遭人嫉妒，所以人家的摊主找到了当地的小混混，想要把他们家给赶走。结果小痞头子看上了他大姑姑，所以没把他们家给赶走，倒是把别的摊子给赶走了。行吧，这群人都是大爷。既然这样，那就得多进货了。江建国不再跟他们一起出摊，而是专门管进货。江寒跟曹金贵他们支着一个摊，江流松他们在对面的摊上。几次接触下来，江寒发现曹金贵不算是很坏的人，纯属是家里惯得很，没有正确的引导。江寒从腊月18开始卖爆竹，一直卖到了腊月28。28那天，江建国还准备去进货。爸，别进货了，天要下雪，
咱们把剩下的货处理完就行。行，听你的。江寒盘算了一下，他们卖了10天爆竹，赚了6000多，除掉了江流松他们姐弟几个的工钱，也还有5800多。做生意果然是赚钱，可比我们卖馒头赚的多了。他又送了200块钱给曹金贵，他先前确实来找茬了，但是他们却又因祸得福，做成了独家生意，所以这个感谢的钱怎么也少不了。到了大年夜当天，多吃些，别只顾着看弟弟妹妹，应该让妈妈多吃一些。说得对，都别贫嘴了，赶紧吃吧，趁热吃。2个小的吃得满嘴冒油，心里无比的满足。江寒看到这个场景，心里也开心。时代变迁，80后就像是活在2个世界，出生的时候好像是在旧社会一样，搭乘着经济飞速发展的快车，享受着空前的物质，同时也怀念着回不去的快乐童年。江寒一家吃了年夜饭，江建国就开始给他们发压岁钱。今年的压岁钱多一些，每个人口袋里都装了5块钱。就在这时，院里传来江流凯的喊声：小寒，快走，跟我们一起去拜年。外面天寒地冻的，你还去啊？哎呀，1年就一回，走吧走吧。村里10几个孩子结伴去拜年，第一站来到围子里的江成军家。江寒兄妹停在门口，脸色凝重。我和小弟小妹在这儿等你，你们先进去吧。好，我很快出来。大伯，我来给您辞岁了。江成军就像是没听见他说话一样，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江流凯又喊了几声，江成军这才起身给其他的小孩发红包，唯独没有他的。江流凯十分生气，扭头就走。小叔，怎么回事？他们故意给我难堪，我现在就去告诉我爹。大过年的别惹三奶生气，以后不来这家就是了。那就不去了，我们到别人家去。小的拜完年之后，该轮到大人了。往年江建国第一家要去的就是江成军家，但是今年他们就不去了，他们去了江成运家。江成运说起镇上曹家提亲的事，江建国脸色一沉。你们经常到镇上去，也不知道你见过那个孩子没有？是不是叫曹金贵？对，就是他。那小子是个街溜子，小松怎么能跟他结亲？老曹家是镇上大族，咱们惹不起呀。三爷你别急，先问问大姑姑的意思吧，她见过曹金贵的。江流松听说曹金贵竟然来提亲的了，羞得满脸通红。其实那人还是挺不错的。什么？你脑子糊涂了？三爷你先别生气，这件事还有缓和的余地。他们家来提亲，咱们家可以提要求，能达到要求就结亲，达不到要求他们老曹家也找不到我们什么过错。啥要求？他以前不是无所事事吗？得让他有个正经的营生，没有养家糊口的能力，总不能让大姑姑嫁过去吃糠咽菜吧。他就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还能做什么事？从小就是被家里惯大的，管不好了。爸，平心而论，你觉得那个曹金贵有没有一些本事？那小子卖东西倒是有2下子。小韩说的有道理，这样可以不得罪老曹家。行，就这么办。爸，您真觉得曹金贵能变好？他也算是帮咱们做成了独家生意，总不能赶尽杀绝。那就让他吃点苦头，才知道珍惜。是要好好刁难刁难他。过完年后，江寒盯上了牛吉的门面房，就叫上江建国去找人商谈。我这里一间门面房是1800块，你们要2间的话，可以给到3000块。3000块太贵了吧？盖瓦房都够了。这样，我回家跟媳妇商量商量，可以就来买。到家后，江建国就把买房子的事和胡春花说了一遍。胡春花也不知道房子贵还是不贵，两人看向了江寒。这房价现在看着是不便宜，以后要是发展起来了，临街的门面房可能就会涨价。那你觉得能不能买？能，不过要连地皮一起买下来。对了，你还得问那房子有房产证没，还要有土地使用证。江建国有些懵，他也不知道什么房产证，什么土地使用证。这些证件都好办吗？对他来说应该不难，到时你这样跟他说就行了。江寒给江建国说了一些话术后，江建国又找来了那人。你们要的这些证都好办，你放心，我一准能给你们办下来。你说这8间房子全都买了，是真的假的？我们已经确定了，你放心吧。那人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给土管所和房产局的人都叫来了。果然，不管什么时候，认识人就好办事。证办得很快，上头写的是江建国的名字。现在你放心了吧？这个本先放在我这里，回头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江建国把家里的钱规整完后，
正准备去交钱。爸，你等一下。怎么了，小孩？为了避免人眼红，明天你要到村里到处借钱，然后到处哭穷，要不然一下子买了这么多房子，肯定会惹人嫉妒。不会吧，都是一个村的，谁还不想着谁过得好吗？人心难测，你还是听我的比较稳妥。江建国按照江寒的建议到处去借钱，一上午跑遍了半个村子，能借的都借遍，最终也没几个愿意借钱给他们的。哎，小韩，你说的对，真正有事的时候能相互帮忙的，不过就那几个人而已，其他的不过是嘴上说的好听，遇上事了就开始装迷糊了。话音刚落，江刘凯带着钱走了过来。大哥，我爹听说你在借钱，让我带着钱来找你。钱我放在这里了，我还有事，先回去了。你看，至少三爷家对我们是真心的。让他们意外的是，曹金贵竟然主动送了5000块钱上门来了，这让江建国想要刁难他的心顿时消散不见了。金贵啊，你这书怎么好意思收？叔，您别见外，上次多亏您家小韩，我才明白做生意得走正路。曹哥，这钱算入股还是聘礼啊？别胡说，我就是看你们缺周转。第二天，江建国带着钱去收房，一切都没有问题了。江建国才将剩下的钱给了对方，对方数了钱之后，就把证件和钥匙也给了他们。江寒开心地看着那8间房子，后面还都带着小院，终于不用摆摊了，也算是有个安稳的店面了。江建国他们挑选了一个吉利的日子，把蒸馍要用的东西都搬到门面房那里去了。这里放的东西太多，得留人在这里看着。我晚上睡这儿，保证把店守得好好的。不行，你一个小孩太危险了。那我去吧。爸，你更不行。我妈现在肚子这么大，家里能离开人吗？你去牛急了，万一夜里我妈肚子疼了怎么办？这时，江刘凯匆匆赶来。大哥，你别愁了，我跟小韩去，离学校近，早上还能多睡会儿。好吧，你们2个多照应点。放心吧。住到牛集后，江寒在学校的小生意愈发红火，看着宽敞的门面，他又有了新想法。这小生意还是要做，不过现在这样太麻烦了，不如搞一个小卖铺。反正这里有8间的门面，搞2间出来应该没问题吧？爸，我想开个小卖铺。小卖铺？你想卖啥？油盐酱醋烟酒糖果、本子笔，还有零食什么的，只要摆得整齐，价格便宜，肯定能赚钱。而且再过1年，牛集北头的初中就要搬到隔壁来了，到时候人多得很，学生放学就会来我们这儿买东西。你还要上学，店里平时也要有人呀，你准备让谁看着呢？这个小商店我是准备让妈看着的，等妈生了孩子坐完月子后，就可以一边带娃娃一边看店了。这主意不错，还能打发时间。春日的阳光洒在翻新的门面上，江寒筹办着小商店，用白石灰把墙给粉刷了一通。妈，等您出了月子，抱着弟弟妹妹就能看店了。就怕我算不清账，把家底赔光喽。放心，上学时间的人不多，放学的时候我来帮忙，生意肯定红火。第二天，江寒跟江建国一起去了天口县的大批发市场，找到了先前批发爆竹的那个老板。哎呀，上次还多亏你们给出的主意，我这生意比往年都做得好。江寒想起是上次告诉老板退货换货的主意。是老板您有魄力，敢尝试新法子。你们今天来了，中午说什么也不能走了，我请客。不用了，我们是来进货的。江寒说着把自己列出来的商品清单拿给老板看。不错不错，这清单写的非常详细。咱们这是农村集市，目标群体主要是学生党，油盐酱醋这些只能当天头卖。我心里有数。老板，我们要的货多，您能送货上门吗？这哪有供货商送货的道理？做商不如行商，您开了先例，以后千家小店都找您进货。那头一回我给你送，以后进货你就自己来进。可以，但我说这话你可以考虑考虑，否则有人坐在你前头了，你就失去很多机会。你说的对，我确实可以尝试跑一跑路线，沿途开拓一下市场。江寒只是让他先想想，也没觉得这事能成，毕竟现在通讯不发达，信息交流受限，等过几年有了电话就方便了。时光流转，到了4月份，桃花盛开，小商店迎来了正式开业的日子。胡春花虽然挺着大肚子，但脸上洋溢着喜悦。江流松姐妹2人也前来帮忙，热闹非凡。孩子们，进来看看啊，
有新的学习用品和小饰品呢。哇，这个发夹好漂亮，多少钱呀？这个不贵，1毛钱，小丫头戴着肯定好看。走走，再看看别的，他们家东西好多呀。这生意还真不错，看来之前的努力没白费。我得记着哪些东西卖得快，好去补货。先把借的钱还掉吧，曹金贵那5000块咱留着应急。随着商店生意的红火，曹金贵也常来帮忙，他的形象相较于以前有了很大改变。这天，江寒放学回来，看到曹金贵又在店里。我三爷不是让你自己谋个生财的门路吗？你怎么天天到我们家这里来转悠？我不是不会做生意嘛，所以过来看看你们怎么做生意的，取取经。江寒顿时有些无语。曹金贵的老爹是在农技站当官的，不知道怎么就没管好自家的儿子，初中没毕业就不念书了。小韩啊，你看看能不能给我指一条明路啊？我保证听你的。也行，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耐得住性子。我家这里还有4间门面，你可以租2间开个租书的门店。租书？租给谁啊？你别在这里糊弄我，现在哪有人愿意花钱租书看呀？我掐指一算，明年北头的初中就会搬到隔壁来，到时候学生多了，爱看书的也不少。你说你是不是就可以赚钱了？曹金贵本就是个武侠迷，听江寒说初中要搬来，租书生意有前景，立刻来了兴致。真的假的？初中真要搬过来，那租书这事儿肯定行。快跟我说说，这租书具体咋租啊？咱们租书可以让他们在店里看，但不能带回去。现在的小孩一看小说就容易入迷，影响学习可不好。行，我都听你的。这下有方向了，我这就回去准备。这天，江寒放学回来，看到商店的门紧闭着，心中不免疑惑。他急忙往家赶，正巧碰见满脸喜色的江建国。爸，出什么好事了？瞧您这高兴样。小韩，你可算回来了，快进去看看你妈，她给你生了个妹妹。生了妹妹？不会吧？昨晚我们在牛集吃晚饭回家时，妈还一点动静都没有呢，中午就生了，这也太快了。小韩，你怎么了？你不高兴吗？没有，就是太意外了，我这就进去看看妹妹。小韩，快来看看你妹妹。哇，她好胖。这丫头生下来就有6、7斤重，比你出生的时候胖多了。你们3个出生时都瘦得像小猴子似的，这丫头这么胖，肯定是我怀着她的时候吃得好。江寒抱着刚出生的妹妹，听着妈妈欣喜的话，心思却有些复杂。妹妹和自己前世的女儿长得好像，想到女儿，他的心都在颤抖，手也在发抖，心里有一种要窒息的感觉，因为他不知道自己重生过来，是不是意味着女儿永远消失了。